悟空穿越到火影世界，一拳下撒小组织，3秒干碎班主任。就在刚才，悟空把悟饭的电脑给干碎了。一想到琪琪的死亡凝视，悟空果断选择滑跪，跑去抱富婆布尔玛的大腿求修电脑。布尔玛一听乐了，这不是有手就行？悟空瞅见布尔玛正鼓捣一个不明觉厉的设备，布尔玛说这叫维度机器，他是在科幻电影里看了觉得酷，就随手搓了一个出来。嫌悟空太烦，布尔玛直接把他打发去楼上找老贝切磋去了。和老贝激情互殴了一番后，悟空被叫下楼。这时候布尔玛正洗澡呢，他隔着门喊电脑修好了，就在维度机器旁边插着电，让悟空自己拔了去厨房干饭。面对一堆插头，悟空一脸懵，直接来了个盲盒瞎拔，他一把薅下了维度机器的插头，机器瞬间火花带闪电，还没等悟空搞明白咋回事，直接就是一个跨服传送，把他扔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落地后，悟空挠挠头，习惯性的想感知 Z 战士们的气，结果全是不在服务区，喊筋斗云也是查无此云。此时的悟空还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被强行匹配到了火影大区，还溜达着想找路人问路。镜头一转，不远处正是小组织的不死相声组飞段和角都。飞段正磨叽着要搞他那套邪神仪式，角都嫌烦，让他闭嘴。突然，两人脸色大变，察觉到一股拥有巨大查克拉的怪物正靠近，两人反手扔出一波苦无，结果悟空一个100%空手接白刃，把苦无全接住了。悟空还搁那儿礼貌3连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，这是不是你们掉的东西？飞段和角都当场 CPU 就烧了，角都大呼不可能，这绝对是中了什么逆天幻术。为了强行解除幻术，这狠人直接开始自残。旁边智商常年欠费的飞段一拍大腿，有道理呀，反手也给自己肚子捅了个对穿。悟空在一旁看得满头问号，这俩哥们脑子有坑吧？惹不起，溜了。顺着一丝微弱的气息，悟空一个瞬移来到木叶村门口，刚想进去就被门卫拦住要通行证。悟空开启跨服聊天，说自己就想问问撒旦是怎么走，顺便吃口饭。俩门卫当场笑拉了撒旦氏，听都没听过，这间谍业务能力也太拉胯了吧！立刻大喊着要把他抓起来。2战5扎门卫端着长矛就是一顿疯狂平 A， 结果全员人体描边大师，连悟空的衣角都摸不到。悟空无奈大喊自己不想惹麻烦，但门卫根本不听劝。悟空叹了口气，稍微爆了一点点气，一股无形的冲击波瞬间把俩人震飞8丈远。这动静可闹大了，直接惊动了木叶村的精英上忍阿斯玛。阿斯玛赶到大门，正好撞见门卫们在跟悟空激情互殴。看到这哥们轻松闪避所有苦无，阿斯玛当场愣了1分钟，满脸震惊地问这里发生了什么。其中一个门卫一看老大来了，赶紧滑跪邀功。阿斯玛老师，这盲流子硬闯村子，我们5个都碰不到他一下，但既然您来了，他绝壁要唱征服。阿斯玛上下打量着悟空，作为老江湖，他一眼就看出这绝对是个狠角色。经过一番紧张的对峙，阿斯玛冷笑一声，开启盘问：你是不是小组织派来的小黑子？悟空满头问号，小组织啥玩意儿？我就想回家啊！阿斯玛看他不说话，把沉默当成了默认，脸一黑就准备拿人审问。阿斯玛还在那疯狂叠 buff， 你小子查克拉挺邪门，但在木叶村当间谍，纯属茅房里打灯笼找屎。悟空刚想喊停解释，阿斯玛让他少废话，今天要看看小组织成员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就在 BGM 快要响起的时刻，伴随一声巨响，悟空的肚子开始咕咕叫。他一拍大腿，兄弟，打架先放放，能先整点薯条吗？孩子快饿抽抽了。阿斯玛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，小组织就这德行，行，你打赢我，老子包你伙食。一听有饭吃，悟空嘴角疯狂上扬，10秒，只要10秒就能结束战斗。阿斯玛紧握查克拉刀，全速向悟空冲锋。悟空一个大脚丫子直接呼在阿斯玛脸上，结束了战斗。悟空还提醒对方别忘了请客吃饭，门卫们3观碎了一地。阿斯玛老师被秒了，这是什么神仙挂批？几分钟后，愿赌服输的阿斯玛含泪带空哥去搓管子，但他这辈子犯过最大的错，就是对一个赛亚人说想吃多少吃多少。眼看悟空化身无情干饭机器，要把整个餐厅扫荡一空，阿斯玛慌了，赶紧转移话题，强行挽尊。你刚才秒我那招幻术搁哪学的？我都防范了，还是中招了。悟空一边往嘴里塞肉，一边灵魂发问：幻术好吃吗？是什么新菜品吗？阿斯玛当场破防：你个笨蛋，那是你打败我的招式。话音未落，卡卡西走进了店里，上来就问迷人的八卦。阿斯玛苦笑，那倒霉孩子跟自来也跑了1年，早把大伙忘了，等他回来，战力怕是要反超你了。卡卡西，卡店一脸嘲讽，小鸣人反超我，你怕不是在想屁吃？随后卡卡西瞅见旁边狼吞虎咽的悟空，好奇地问这新朋友是谁。悟空根本不鸟他，一心只有干饭和疯狂加菜。此时的阿斯玛还在跟卡卡西哭诉自己打输了，还得当大冤种买单，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等他一回头，悟空已经一口气干没了他3个月的工资。阿斯玛眼泪当场飙了出来，这还是人类的胃吗？
卡店看着阵势不对，赶紧盘问悟空留村的原因和通行证。悟空一五一十把底交了，说自己只想找路回家。悟空问卡卡西提到的中央市是不是指木叶，在哪能找到木叶？卡店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大兄弟，你现在脚底下踩的就是木叶啊！悟空一听，当场裂开，完犊子，迷路了！一想到家里琪琪那堪比破坏神发飙的场面，空哥瞬间吓出痛苦面具，连句谢谢都没顾得上说，蹦起来就要冲出去找回家的路。卡店一把拦住，站住！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让你随便走？既然你说你不是小组织的间谍，敢不敢跟我去伊比喜那儿走一趟，接受审问？悟空心想，深圳不怕影子斜，去就去呗。卡卡西立刻打发破产老哥阿斯玛去给纲手报信。几分钟后，纲手听完汇报，气得指着阿斯玛鼻子就是一顿祖安输出。你脑子里装的是拉面吗？连个通行证都没有的陌生人你也敢放进来？你这不负责任的行为会把全村子害死的！我对你太失望了。阿斯玛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委屈得像个200斤的孩子，伤心的低头认错。纲手翻了个白眼，木已成舟。现在关键是他到底是不是间谍？阿斯玛赶紧挽尊，我觉得不像。卡卡西和伊比喜正在局子里审他的，老大您且稍等几分钟吧。